大家知道，一直以来我对于离岸信托的态度就是对一群寄希望于在离岸没有权利却可能被保护的群体的盲目乐观的嘲讽。终于他们迎来了这一刻。非常建议所有还做着离岸免税大梦觉得把钱弄到个什么岛上就能够千秋万代的同志仔细咀嚼一下7月24日落地的这个离岸信托个税新规。今天呢，想要讲一下这个事情。这是一张铺了整整12年的全球税网，现在才到了刚刚开始收口的时候。从14年我们承诺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开始，也就是 CRS 这张大网就撒开了。CRS 呢，就是全球各国税务部门达成的一个信息互通规则。你在境外银行持有的存款理财信息会自动传回你的税务居民所在国，核心目的就是要追查跨境隐匿资产，防止偷税漏税。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就纸面文章这么长时间雷声大雨点小，也没见着有什么东西。好了，到了25年4月，我们的 CRS 交换伙伴其实已经密密麻麻的扩展到了123个香港、新加坡、开曼、瑞士，这些过去富豪们深爱的财富隐匿地全都在明路上。前些年还有人吐槽觉得 CRS 搞了这么长时间，那也没看见有人排着队去补税呀。对富人们是不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呢？我只能说你对我们的行政能力一无所知。税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马虎不得也将就不得。这么久，税务系统其实在干嘛呢？他们是在摸底这个数据，境外账户里有多少钱，到底多少是本金，多少是收益，在当地交过多少税，这里面有着极其复杂的穿透确认过程。如果钱放在离岸壳子公司或者家族信托里，还要去扒底层的实际出资人和受益人。所以前些年 CRS 扮演的一直是一个雷达的角色，它解决的是境外的钱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这次直接点名离岸信托的724新规就是制导武器，它彻底解决了这笔钱到底应该算在谁头上的问题。 CRS 负责找到钱，新规负责锁定人，这两套系统一接轨，过去那种靠着信息差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套利空间就被物理的抹平了。我们来看一下离岸信托过去为什么那么香呢？它的最大的魔法就是把财产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受益权给切成3块。你把钱装进去，名义上这钱就不是你的了，不姓你收益呢，在底层公司里面就滚雪球，不断的增加利润。只要不分回国内，你就能实现跨越几十年的完美的税务递延。那现在呢，新规把这条被切断的逻辑链路给强行焊死了。最狠的一手就是设立的时候的过路费。你把股权、房产这些肉装进离岸信托这一刻，不好意思，税法直接视同财产转让。账算的呢也非常直白，比如你当年花1000万拿的股权装进信托的时候，市值已经飙到了3000万了，那中间这2000万的增值的部分直接按 20% 交个税。你必须先把这400万的真金白银掏了，资产在新信托里的成本底座才能抬高到3000万，不然不行。过去那种把已经高度膨胀的资产原封不动的就装进信托，然后毫无损耗再传给下一代，这个玩法直接终结。那第二手呢，是斩断了税务递延的这个想法，也就是妄想免税的这个想法。资产进去了，继续钱生钱，对吧？以前只要信托不给你分红，个人你没有拿到这个钱，那个税呢就可以一直拖着。现在不行了，信托不管是拿利息、股息，还是底层控制的这个公司，搞资产买卖赚了哪些钱，哪怕这些钱一分没有进入到个人的口袋，全留在信托的账上，只要装进信托，就是按照 20% 去申报交税。这实际上是把离岸信托最核心的护城河就给填了。时间不再是避税的朋友了。第三手也是绝了很多人退路的一招就是身份变更和身故清算。很多大佬就盘算着我先把钱对吧放进信托，等哪天搞了一个海外护照，转换一下非居民身份，不就彻底脱离了咱们的税收管辖了吗？这次走不通了，不管你是转成非居民还是人走了由境外的后代来继承，在身份切换或者断档的那个节点必须做强制税务清算，拿着当时的市场价值减去确认过的成本，把没有交税的增值部分一次结清。你想把在中国税收居民期间吃到的时代红利和资产增值，仅靠一张机票或者一本新护照就无损的带出中国的税收体系，这种好事在制度上已经被彻底堵死了。装入前交增值税，装入后交收益税，想跑路还得把尾款结了，这套闭环那确实是滴水不漏那更让一些人破防的呢，其实就是这次新规带了追溯期，从23年元旦到2025年底，这3年里装入离岸信托产生的欠税公告出来，90天内赶紧补上。
2023这个年份非常有意思啊，其实就是22年美元连续暴力加息之后，大量资本在想办法往外跑的那一年啊。包括2026年以前的信托存续期产生的收益也得集中申报。那如果现在有些人想，那赶紧找律师吧，把信托注销了，把受益人换了，或者赶在新规落地前把资产转移走，是不是可以钻空子呢？不能。银行的流水、信托的底层协议早就在前面提到的 CRS 的网络里沉淀成数据了，这是不会随着信托销户就凭空消失的。这就是我说我们铺了12年的网，现在才刚刚开始收口的意思。说白了，现在是给你配合的机会，如果不配合，3年5年之后，当监管的系统算力拉满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当年的本金来源、控制关系、历年收益再一根根的全部还原出来，临时抱佛脚做物理切割，在绝对的穿透制度面前，它就是个笑话。数据是有历史的，顺着线爬着你这儿的时候，那就不是你自愿缴不缴的问题了。当然信托管完了之后呢，我看怎么还有人吹起了这个香港储蓄型保单了觉得这是最后的洞天福地了。之前有很多类似的业务找过我说实话，稍微能够理解点现在我们的政策风向，也不会给占这个台。新规确实把受当地金融监管面向不特定客户的保险产品排除在了离岸信托之外。港险不是信托，但如果你觉得这就意味着港险收益天然免税，永远不用申报那就应该是没有听懂政策上的弦歌雅意了。香港税务局 CRS 指引早就写得很清楚了，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属于金融账户，只要你能退保拿钱，或者用你的保单现金价值搞贷款，你的保单信息年末退保价值就会准时准点的通过 CRS 交换回国内，监管系统不仅知道你有保单，还很清楚的知道里面沉淀了多少钱。现在呢，虽然确实有一个政策上的模糊地带就我们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了身故、疾病和意外的保险赔款是免税的，你交的本金返还当然也不算是你的新增收入，但是那些大额的保单分红、退保增值、满期收益，到底是该按利息股息计算，还是按照财产转让算，目前还缺少一个统一的明文规定。但是在靴子落地之前，有2个常识咱们必须知道。第一，免赔款绝不等于所有投资收益都免税。第二，钱留在香港没拿回内地，绝对不能豁免你作为中国税收居民的申报义务。有些话术说什么保单贷款永远没有税务问题只要钱不入境就绝对的自由的这种表述这根本就是没有政策依据的空中楼阁。至于你如果是依照香港法律设立的香港信托，那就别侥幸了，法理上它就是标准的离岸信托，跟资产放在哪儿没有关系，看的就是你适用哪里的法律。进一步我们向更深处再看一眼这份新规虽然字面上没有创设遗产税，也没有设置遗产税额和累进税率，但毋庸置疑它实际上正在为未来可能的财富传承税收体系搭建一个比较坚实的底层框架。任何形式的财富转移想要真正落地，首先前提是必须查清一个人究竟控制了多少资产，通过哪些架构来持有，生前是否已经转移，以及继承人属于哪一税收国的居民。724新规将资产装入、收益累积、实际使用、居民身份退出、死亡继承和信托终止无缝嵌入了同一套征管标准之中，这本身就是对跨境财富传承底层数据的一个全面确权。放眼全球提升金融账户的透明度，穿透识别实际控制人已经成为了不可逆的国际共识。资本野蛮生长，依靠离岸群岛隐匿财富的旧时代正在崩塌。2024年全球116个司法管辖区交换了一共1亿7000万个金融账户的信息，涉及的资产规模接近13万亿欧元连英国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要从2025年4月把长期居民的境内外资产和信托拉进遗产税的网里。虽然像新加坡早年为了抢夺财富定价权取消了遗产税，各国的税率高低不同，但在穿透底层资产、识别实际控制人这个大方向上，全球的监管意志是空前统一的。那这也就意味着海外资产配置那个靠信息差、时间差和复杂的离岸嵌套结构就能够长期白嫖制度性红利，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法外之地，现在有可能会被彻底的抹除掉了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